1个月以后，织铁城也恢复了伤势，杨志亮才秘密把我们移出了日战区。我到现在还记得，临走前的那天晚上，我们的谈话。佩服我，这怎么可能？我说的是真的。这么跟你说吧，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从小啊胆子就特别小，别的男孩子都去抓个鸟、捕个蛇什么的，我呢，喜欢的不是花就是草，而且越小越喜欢。你比方，像六叶菊这样的，它小小的一朵，看着打心眼里就喜欢。鲁迅先生也喜欢花花草草，他喜欢木槿花和丁香花，郁达夫还把牵牛花称作朝龙。你们都一样，都是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人。你呀，才是真正的厉害。来，你的枪法这么好，而且在这么多鬼子里面杀进杀出，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跟你一比啊，哎呀，我就是个胆小鬼喽。其实以前我真的觉得你挺胆小的，但是，一个胆小的人，敢配合刺杀日本中将吗？会冲进枪林弹雨里救人吗？能一边晕血一边做完整台手术吗？我觉得，为了拯救生命，可以直面自己内心无底黑洞的人，才是真英雄。反过来，和你相比，我倒觉得我是有问题的。你有什么问题？其实我的问题，我跟谁都没有说过，包括他。我一直在怀疑我自己，我到底是一个正义的勇士，还是一个只喜欢杀人的魔鬼？其实开枪本身，它只是一种技能，无所谓对错。就像教书之于先生，写作之于文人，治病之于医者一样。你有天分，有兴趣，肯下功夫把这门本事练到最好，这更没什么不对。真正的对错，是你的枪口要对准谁，是你能不能分清楚你针对的目标。我是个杀手，我的目标是任务决定的，不是我。他也老是跟我说，一个狙击手的枪下，只有任务，没有情感；只有目标，没有善恶。这才是最高境界。这我不同意。枪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枪口下，或许每一个目标只是一个抽象的任务，但在人的心里，怎么可能没有情感？那一条条生命，怎么可能没有对错和善恶？那你说，我该怎么做？不要问目标要除掉谁，但你的心中有善良，有正义，你就能分清目标。
心中有善良，有正义，我就能分清目标。你说的真好。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分清我强加的目标，绝不枉杀任何一个无辜。那我们说定了。我答应你，从那以后，我就不再一味地听从池铁城的安排。每次任务之前，我都会认真地调查目标背景，核实目标情况，再做决定。池铁城因为这个很不满意，也不开心，但我还是坚持。可我没想到的是，我唯一一次的大意，杀的偏偏是杨志良。1946年，抗战快结束1年了，没有日本鬼子和汉奸可以杀了。我这个狙击手一直无所事事。后来我改行做了木雕，这是我除了狙击之外唯一会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池铁城又来找我，要我帮他一个忙，除掉一个叫韩生明的目标。韩生明是谁啊？为什么要除掉他？池铁城说他是中统派来打入军统的内线，中统军统本来就是对头，窝里斗得厉害。抗战结束以后，他们斗得就更厉害了，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军统、中统要合并成保密局，为了争取保密局的控制权，两边什么手段都使上。那段时间，搞得人人都自危。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根本不感兴趣，也不会参与。可是池铁城跟我说，韩生明想要趁着松江反内战群众集会刺杀秦鹤年，再嫁祸给军统，想趁这个机会搞垮军统。以秦鹤年的资历和威望，如果韩生明真的既是军统身份，又是中统内线，以这招来搞垮军统，确实很毒辣，也很管用。所以你是为了保护秦鹤年，才答应池铁城？不光是。那还是因为什么？因为这次行动的挑战性。池铁城跟我说，军统虽然掌握了韩生明的中统身份，但是拿不出证据，所以表面上韩生明还是军统的人。如果明着杀，只能落人口实，弄成一桩无头公案。因为这个，池铁城提出了拆分瞄准和射击，实现子弹折射的刺杀创意。这个创意太独特，一下子吸引住了我。一开始，刺杀方案只是个雏形，但是随着一次次的难关被攻破，我无法自拔，越陷越深，迷上了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我在这个案件的所有资料里面，并没有发现相关韩生明的任何线索。根本没有什么韩生明，这一切都是个幌子。池铁城要杀的就是秦鹤年，他知道我是不会干的，所以才编造了一个不存在的目标。那你就没有去核实这个目标？没有。老爹，这次事件实在是太紧了，任务难度又大，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准备。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潘生明的情况，我去帮你核实。谢谢老弟。那一次我相信了池铁城，没有亲自去核实目标。也就在行动的那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了杨志良，他还带我去拜访了一位松江的故人。到了，就在前面。这儿。哎。住这里啊？啊，走吧。小心！我来。谁？小叔，小姐。杨秘书。哎。是我，文倩。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咖啡厅里聊了很长时间。那个时候，他也知道我是有任务要来松江。刻的真不错，比以前有长进。说不定将来还得靠这手艺混饭吃呢，可不得下点功夫。可你跟子舒说，你和池铁城来松江是有行动。那是他的行动，我就是来帮忙的。哎，你说晚上才能带池铁城去见小雪和子舒，那行动的时间是在下午。你了解我们的规矩，这问题我回答不了。哎，那目标你核实过了吗？核实过了，最近太忙了，分不开身。不过我叫别人核实了。别人帮你核实的，可靠吗？放心吧。开枪之前分清目标，我答应过你的，我不会忘的。对你，我一直都有信心。这就对了。哎，走了。这个送我吧，我留个纪念。这个太旧了，找时间我给你做个新的，保证比这个强。孙谦，记得你答应我的啊。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走了。我当时完全没有在意他最后的那句话，没想到他要提醒我遵守的，远不仅是送他一块木刻的承诺。如果我当时说出行动，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杨志亮也不会在2个小时后死在我的枪口下。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那天下午他会去钟楼广场。他怎么知道目标是清河年？他既然知道，为什么不事先提醒我？
反而代替秦鹤年走到了我的枪口下。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整整3年。原来杨志亮在跟我告别的时候，只是隐约地猜到了池铁城的目标可能是秦鹤年，所以没有办法跟我核实，也没有办法提醒我。他只能紧急地联络了你，海鸥。也是你帮他查到了这份绝密的刺杀计划。但是你也没有想到，他会代替秦鹤年走到我的枪口下。我一直不明白的是，他既然知道目标是秦鹤年，为什么不阻止他去钟楼广场？为什么偏偏要选择牺牲自己？我想，是因为他遇见你，因此猜测这场自杀纯属巧合。如果他告诉秦鹤年，这次是可以躲过去，可是，一场没有完成的自杀，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更不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而水母组肯定会再次行刺，下一次就没有这个运气了。秦鹤年肯定也躲不过去，所以他才决定用自己的生命去向这个社会证明，确实有谋杀秦鹤年的阴谋。而这样，保密局也就不敢再对秦鹤年下手。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会那么了解水母暗杀组，了解沐浴，了解杨志亮和我的关系，甚至知道那块木雕小鱼是我的信物。现在我明白了，你是他牺牲之前唯一的联络过的人。我以前居然还以为你是要拿他跟我做交换，其实你只是想告诉我，他知道走到我的枪口下，还相信我是个好人。他也是个好人。
报告组长，专案组反暗杀教官苏文谦，请求复职。全体都有。戴帽。敬礼。让他们给我快点，快点！让他们给我起来，快点！他们快点！要现在赶紧前进了！让他们给老子快点！让他们快给我走！让他们没听见老子的命令吗？给老子快点出发！走！司令，都给我出去！是。有话说，有屁放。张芳昨天中午到的宋家，一天不到2次遇刺，而且2次都是动用的水母暗杀术，2次都是由东家做的饵。东家还好吧？现在是我在问你，张芳的事情，天知地知。我是一夫管之，还有一个人就是你，不是你装庭凤漏的风，还他妈有谁？那你还等什么？动手啊！我要你跟我说实话。你明明知道不会是我，要是我想坏你的事，大不了当初对你不理不睬就行了。犯不上给你出主意，让你去找东家，搭好了桥，再来拆你的板，我有必要吗？司令，除了庄老，就剩我了。司令！没事，都出去，
是。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用不着拿命来表忠诚。我着急的想知道，东家到底怎么样了？东家只是用来做饵，保密局是冲着账房去的。不过2次都失手了。司令，要不然真是巧合。毕竟账房刚投工，这杀一儆百也在情理之中啊。也对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真是漏了风，哼，上面也好，姓钱的也罢，不早就炸了窝了？怎么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谁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自己看吧。马上天就要塌下来了。呼叫山狼，呼叫山狼。喂，是我，请讲。师傅在吗？在，什么事儿？刚刚收到毛局长急电。师傅。说。园丁，防虫工作为何一再失败？望自省。现10号车厢改赴衡州令已下达，行动正式开启第2阶段，务必做害虫归巢，以保大局。黄元凤，电报完毕。我知道了。师傅，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让郑鹏、冷桥去盯着共党专案组，他们在医院待不了多久，重点盯那个在医院看到的女公安。有任何问题，马上汇报。是。那我呢？知道莱恩斯晶片公司吗？知道。瑞士人开的，全松江最好的光学晶片公司。今天下午，共党专案组会派人去这家公司预约最好的光学师傅，上门调试步枪瞄准镜。你去把这个预约的详细信息查出来。是。派到西点房。你说句话呀，庄老。你要我说什么呢？打从南撤起，我就一直很担心老蒋这个驱狼吞虎的计策。现在果不其然，2日之内，2议其令，把我们都赶到衡州城边了，狐狸尾巴也露出来了。我就问你一件事，你能不能劝动廖杰？你要我劝什么？劝什么？我只是一个空头司令，我能挡得住这份军令吗？啊！现在，除非廖杰站到我这边来，你去找廖杰，只要他点个头，我马上就可以召开作战会议。在会上，我会提出，现在救援衡州的时机不成熟，只要他带头表个态，支持我，违抗军令的责任我来担，我来担总可以了吧？唐司令。我的话他要是肯听，咱们就不用那么费事了。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如来真佛，只有一尊。东家，张房不是找不到东家了吗？再说了，
计算找到了，廖杰和东家不是已经翻了脸，断绝了关系吗？东家的话，廖杰未必会听呢。有一句老话形容的好啊，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平日这一老一少，两个倔骨头，啊，是谁都不服软的。可是，一到大难临头这个节骨眼上，这儿子还是儿子，老子还是老子。唐司令，咱们算算，他们是不是已经翻脸3年了？有件事儿，你不要不相信。我告诉你，廖杰的这儿有样东西，都已经3年了，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哎呦，廖大军长啊，你扶我这个闲职参谋，我怎么受得起呀？啊！这么说，也只有等账房找到东家了。没错，想让这个愣头青违抗军令，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叶副官，哟，告诉账房，救援衡州的作战会议，我可以拖到今天晚上再开。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须要找到东家，带回东家给廖杰的话，否则，一旦廖杰主战，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阻挡不了。和共军在衡州城下你死我活了。是。泄密的事情怎么办？那可是攸关生死，不防好可不行啊！你去找76师的邓师长，就说是我说的，叫他借一部电台，以后这一部就不要用了。是，我这就去。找一家好的干洗店，把西服洗烫一下，要快，我下午可能就要用。师傅，我明白，一肚子问题想问。行，我告诉你，苏文谦要为共党拿枪了。莱恩斯镜片公司？对，那是全松江最好的光学镜片公司。一定要找最好的光学师，按我刚才说的要求，尽快把瞄准镜调整到位。好，马上就办。欢迎回归。谢谢。转移工作安排的怎么样了？我检查过了，没问题。跟全连长也打过了招呼，路上的安保工作做好了，随时可以走。署长。啊，对不起啊。正规几辆？
刚刚收到的。易先生，我要马上见完市长。现在。我干这一行10几年，只有一次失手了。3年前刺杀秦鹤年，是因为秦鹤年的秘书居然提前得到了消息，替他死了。事后我去追查，我发现唯一可能泄密的地方，就是当时局里电讯处的一个女电信员。他偷看到了只有局长级别才能看到的一份绝密暗杀计划，并且给秦家打了电话。如果秦鹤年的秘书是共党，那这个电讯员就是他的下线。这个女的知道自己会暴露，在行动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也是事后看了他档案的照片，知道他是谁吗？您是说，和师叔在一起的那个女的就是？一开始我也觉得巧啊，可是苏文谦他开了枪，破了自己3年前的誓言，然后去了趟钟楼和共产党解释案情，我觉得顺理成章。可是他解释完案情，为什么要突然和这个女的单独离开了？原因只有一个，说明这个女人和当年的案件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您是说，她就是当年那个电讯员？对。可这跟师叔要为共党拿枪又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还不明白苏文谦什么性格？优柔寡断的，你跟他讲道理是说不通的。你要在他的面前，现在你摆一个他的债主，他就会觉得哎呀，心里愧疚啊，觉得自己8辈子都还不清。而那个女人，苏文谦，一定是欠了他的私债，要还给他。这么说来，师叔还是个挺重感情的人。狙击手只有任务，没有感情。是。那镜片公司又是？一般的狙击手呢，都习惯用普通的瞄准镜，可是苏文谦他喜欢把瞄准镜改成4.5倍。他既然要拿枪，他就要去找光学专家改装他的瞄准镜。哦，对了，他不是拿还我2副瞄准镜吗？这怎么算了？就算他不知道是我，打个5折，也得还我1半吧。师傅，您不会是要去找师叔吧？怎么了？可他现在也太危险了。是不是？我不跟他当面锣对面鼓，难道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苏文谦去投共了？
他才跟共党在一起搅和多长时间？我呢，10多年搭档，我不比共产党更有资格把他拉回来吗？什么情况？说吧。对不起啊，柯弟兄，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谎了。其实，第10兵团唐思远要的，远远不仅是 B 站。苏教官，今天上午在钟楼广场，你给我们上了第1课，现在还有时间，给大家再讲讲吧。对呀，苏教官，你给咱们讲讲吧。是啊，苏教官，跟我们说说，给我们讲讲吧。大家还想听什么呀？那就先从了解敌人开始吧。我记得在英公馆布置安保的时候，你说过，水母组行动有3大原则。第1条是，没有水泄不通的防卫，只有没被发现的破绽。这是行动前的观察。那第2条呢？第2条原则：预设撤离路线，任务完成立即消失。水母组会在每次行动之前，详细预设出2条安全的撤离路线，第1条为主，第2条备用，而且他们会提前收拾好装备，摧毁掉所有他们在这个城市每个落脚点留下的一切痕迹。一旦任务完成，第一时间撤离这个城市，绝对不会给对手留下围堵追查的机会。一旦得手，撤离的一点痕迹都不留，就像他们根本没有在这儿存在过一样。是的。那第3条呢？第3条，也是最核心的一条，任务第一。为了完成任务，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如果有队员受伤，也不能互相救援。咱自己人的死活都不管？因为暗杀者执行任务一定是在对方的地盘上，对方的兵力一定远远超过暗杀者，而且伤员行动不便，如果救助他们，会大大的影响战斗力，所以伤员只能自生自灭，不可以互相帮助。冷血，就是啊，太没人性了。要换成咱们队伍，别说自己人了，就算是老百姓，咱们也得豁出命去救，不是？对。那这条原则，水母组的人真的没人违反吗？怎么样？死不了？你聪明了一辈子，怎么这回这么傻？为什么要回来？谁让你拿一个假音乐骗我，自己来送死？规矩向来都是我定的，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了？就为了这个，值得把命搭上吗？值不值得，也不是你说了算。我告诉你，苏万钱，你的命只有我能做主。苏教官，没有。曹必达、欧阳有。你俩进来一下。是。实在对不起，
如果不是别人先有预约，我一定先把您的样品赶制出来。没事儿，做生意嘛，总要有先来后到的。那我就等明天了。再见。再见。叫你们两个来，是因为现在这事态与专案组反暗杀工作直接相关。经市长批准，同意让你们了解有关情况，共同商讨应对的措施。下面你们将听到的，事关前线我军战局重大变化。明白？明白。建叔啊，时间紧迫，开门见山吧。好的。1周前，我赴两湖地区筹粮期间，国民党第10兵团司令唐思远通过少将高参庄廷凤找到了我，表达了要率部起义的意愿。第10兵团，10万大军，这太好了。但是实现起来并不简单。10万大军改旗易帜，这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第10兵团内部情况非常复杂，派系林立，主要分成为3个派别。唐思远实际控制的只有2个地方保安师改编成了杂牌部队，战斗力也不强。2是蒋介石空降到第10兵团，用于监视这支部队的嫡系。目前由参谋长钱觉和第15军张副军长为首，而兵团真正的主力则是由同盟会元老廖远峰、秦鹤年自辛亥革命期间创立的楚军，兵力不仅占整个兵团80%以上，更是几十年赫赫有名的百战雄师。所以，楚军有实力，蒋的嫡系有背景，谁都不服谁。蒋介石又趁机把唐思远这个只有老资历、没有真实力的杂牌子弄到第10兵团来当这个司令。明面上说是论资排辈，可实际上，唐思远根本指挥不动这支部队，部队没有凝聚力，那只能任由老蒋拿捏着。哎呀，这个老蒋啊，就喜欢把人分个3、6、9等，难怪呀，几百万的大军败得一败涂地。殷先生，也就是说，如果唐思远决定起义，不仅要提防第10兵团里面蒋的嫡系，更重要的是要争取楚军的支持。是的，我这次回松江，就是受唐思远所托，来争取老帅秦鹤年的。因为老帅才是楚军真正的创立者，楚军现任的所有将领，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跟着老帅鞍前马后打出来的旧部。尤其是战斗力最强的第8军，现任军长廖杰，就是廖远峰的遗父子，更是老帅一手抚养长大的，在楚军中也是赫赫有名的悍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老帅把廖杰争取过来，那么第10兵团的起义就有基础了。原来您急于找秦老先生，是为了这么重要的使命。那这个情况，您这次回松江的时候，为什么不早说呢？是这样，这个唐司令啊，是打着如意算盘，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现在解放大军席卷南下，国民党眼看就要完蛋了，他当然想替自己谋个后路啊。但是他又怕自己的2个杂牌师起义换不来足够好的条件，所以在我临出门之前，他专门设立的条件，除非先争取到老帅的支持，促成整个兵团起义，并由此在共产党这边为他自己交换到不低于原来的官职，那他才肯干。原来如此。唐思远的如意算盘暂且不论，但重要的是，从昨天到今天，短短2天时间，第10兵团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个变化极有可能影响到我南下大军的整个作战部署。照这么说，如果第10兵团驰援衡州，双方开战打了起来，和平起义就没希望了。不仅如此啊，
更为关键的是横江大地。晋江现在已经进入了1年1度的大汛期，而衡州就是横江大地的唯一钥匙。如果不赶在洪峰到来之前拿下衡州，我解放大军南下，必将陷入进退维谷的被动局面。师傅，我查到了，共产党专案组预约了莱恩斯镜片公司的首席光学师上门调试瞄准镜，时间是下午5点，地点是殷千素家。这是名片。陈冷，你去准备下化妆品。好。还有让干洗店把我的衣服烫平整一点。3年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苏文倩。开车，我们回去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你要干什么？把伤口撕开。为什么？和尚的眼睛再不消炎就废了。动手。你是组里的第2枪手，而且任务没有完成，你的手绝对不能受伤。染着点。是啊，唐思源把救援衡州的作战会议拖延到晚上才开，主要是为了给我争取更多的时间。如果在会议之前，我还拿不到老帅的主和态度，那么以廖杰的军人脾气，主战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而一旦廖杰主战的话，那么所有储蓄的将领都会以他马首是瞻。唐思远就算是拦，也拦不住这场战火了。是啊。那就别耗着了，殷先生，赶紧去找秦老吧。对啊。问题是，那位秦老先生根本不愿意见他。秦鹤年尽管在国民党内长期与蒋介石不和，而屡遭排斥，早在10几年前就一怒之下辞职下野了。但他一直以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自居。而且，自他带兵之日起啊，就给楚军定了铁规矩，那就是打死不投降，也是让他接受，并且促成他一手缔造的楚军起义，投向我党。这个弯儿恐怕不好转了。别说是整个楚军了，殷先生的父亲是秦鹤年当时组建楚军的老战友，殷先生本人也是他得意门生。自从殷先生加入我们新政府以后，秦鹤年就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甚至连电话都不接了。他是铁了心的视我为三民主义的叛徒啊！哎呀，比这些更麻烦的是，楚军的战与和取决于廖杰，而秦鹤年与廖杰早在3年前就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了。这两父子啊，都是少见的倔脾气。3年前，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就是因为廖杰坚决执行军令要去打内战，而老帅则是坚决反对内战。父子两个就此闹翻，从此再也没说过一句话。那既然这个秦老先生不接您的电话，又和廖杰断绝了父子关系，也拒绝接受我党，那第10兵团起义这个事儿找秦老先生不是死路一条吗？是啊，当初我是有这个顾虑的，但是庄廷凤他不这么认为。这个庄廷凤是楚军创立之初只有28个人，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老帅铁杆中的铁杆，过去曾任第8军军长，因为反对内战，
所以被蒋介石夺了实权。之前您说过，是庄廷凤帮唐思远跟您牵的线。这么说来，庄廷凤就是楚军中力主起义的代表。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庄廷凤这个人，他根本就没有倾向。要说他的原则，那就只有一个原则：一切唯老帅之命是从。那他的意思呢？庄廷凤跟我说2句话。第一句，30年的父子情，打断骨头连着筋。第2句，老帅一生中最重的就是袍泽之情，所以他绝对不会置楚军生死于不顾。说得好啊！看来这个张廷凤还算是明白。可现在问题是，老帅不肯接我电话呀。唐思远那儿又再拖不下去了。你说这怎么办呢？柯弟兄啊，要不这样行不行？你好歹也是一市之长，能不能屈尊一下，上门拜访？说不定老帅会给你几分面子呢。你太高看我了，也太小瞧那个老先生的倔脾气了。记得松江刚刚解放，蒋介石是打算把所有能用的人都带到台湾去，秦鹤年的名字就排在第1位。那个时候我们就打算通过地下党反复做他的争取工作，让他去北平，可是人家根本不理嘛。后来不还是通过你暂时把他藏起来，可事后呢，人家根本不理情啊，只要你参加了新政府，就跟你断绝任何关系。现在再说说我这边，松江解放刚刚20天，光我自己亲自登门拜访就去了3趟，而且还专门派人每天1人就守在他的家门口，希望能请动他的大驾去参加全国政协的筹备会议。他可是政协极力邀请的，可结果呢，还不是吃了闭门羹。哎，人家就撂下一句话：如果再来反党，台湾我不去，但是香港、美国，我倒是去得成的。这个秦老先生真够倔的。要不让我试试？喂，你好，请问要哪里？喂，你好，请问要哪里？喂，你好，请问要哪里？喂。哦，你好，你好。老帅。老帅。是文市长。他说是有关第10兵团和少帅的事儿。我秦鹤年家哪来什么少帅？你告诉他以后。你手捂着电话干什么？放开！你把手放开！你给我听着，我不认识什么姓廖的兔崽子啊！以后少跟我东拉西扯的攀什么亲戚，知道吗？秦老，我知道你不愿意接听我的电话，但是我这有个人想跟你说几句，行吗？你爱拜哪尊佛就拜哪尊佛去吧，我没工夫搭理你。就这样好吗？秦老先生，您好。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但是我想占用您1分钟的时间，给您背几句诗。诗？什么诗啊？
见一只孤独的海鸥，被卷入无边的深海。狂风巨浪拍打了他的双翼，滚滚黑云遮蔽了他的双目，电闪雷鸣威慑着他的魂魄。洁白的海鸥啊，多么从容！他穿越深海，永不迷失方向，因为灯塔的光就在彼岸。这是你写的，喜欢吗？送给你的。喜欢。可是我带不走，只能记在心里。没关系，我想帮你保存着，反正它早晚是你的。老帅，你怎么不进去？我什么也没看见啊。我什么也没看见。不能，你别走啊！怎么走了呢？老帅，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学的不错呀，哎。啊。哎，看你害羞的像个姑娘似的。什么时候谈上的？不太久。这些年我还以为你要做和尚了呢。你们是认真的？是。认真的就好。认真的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哎，你下次再把他带来。这一下子跑了，我还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呢。哎，因为灯塔的光就在彼岸。是你，真是你。是我。治疗出事以后，我一直在找你，到处打听，就是没有消息。当年的事情一言难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见面跟您解释。那你现在在哪儿？我派车去接你，我自己来。不用了，我正想去当面拜访您呢。不过在这之前，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向您说明。好，说吧，只管说。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不管你是什么党，我只在乎你是谁。那如果这样的话，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道您能否答应？说吧。我想带另外2个人一起来拜访您。什么人？文市长
和殷千素先生。钱老先生，我知道我这个请求非常的冒昧，但是他们真的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面见您。这关系着您一手缔造的楚军全体将士的前途安危。庄廷凤将军曾跟殷先生说过，您最重袍泽之情，绝不会置楚军弟兄的生死于不顾。我也相信，如果您还心念着知亮的故人之情，那么同样的，您也不会忘记前线即将深陷战火的8万楚军。晚上8点半，我在家等你。谢谢，谢谢秦老。记住，别人来不来我不在乎，我想见的只是你。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准时到的。瞄准，射击，保护自己，集合，散开，搜索，左右包抄，保护。这个是这是待命。哦，待命。你们记住，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组长、副组长，苏教官教我们新招的行动手势。行动手势什么意思啊？是这样。他们以前会的手势都是打野战用的，动作太大，含义太明确，在城市反暗杀中容易被对手一眼就看出来。我给他们重新编了一套手势，而且和以前水母组用的完全不一样。对呀，这套手势啊，又好学又好记，只要5根手指轻轻动几下，旁边的人根本注意不到，咱自己的人呢，一眼就明白，是管用。那这么管用，我们俩是不是得学学？应该吧。好办。组长、副组长，俺大古现在就教你们啊！来，跟我学啊！瞄准，发射。柯弟兄，根据我们的建议，唐思源已下令，以抢时间为名，部队连夜行军到30里铺再扎营，这样他最迟可以拖到晚上11点再召开救洪州的作战会议。我们跟秦鹤年约的是8点半，2个半小时，时间应该够。另外，唐思源也说，没有泄密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放慢。
我马上回到局里，安排人手，加强秦家的保卫。另外，我再把今天晚上去秦家的路线全面摸排一下，确保万无一失。2点钟方向发现可疑人员，准备就绪。10点钟方向再度发现可疑人员，我已准备就绪。副组长，错了。怎么错了？动大拇指表示确认目标，勾食指表示立即开枪。你大拇指冲自己，难不成向你开枪啊？忘了，习惯成自然。我们每个人都习惯拿大拇指代表自己，所以我们用大拇指代表目标去下达发射指令，这样是最不容易被察觉的。听见了吧，副组长？下回出任务的时候，可千万别用大拇指冲自己了啊！那我要真指自己，你们还真打我啊？那可不，苏教官说了，指哪儿打哪儿，绝不犹豫。继续。何必达，有通知下去，全体准备，10分钟后护送殷先生回家。是。准备吧。是。欧阳，我记得你跟我说过，3年前在秦家，秦和年只是略微给你打了半个照片，可能记不得你的样子了。有可能。灯塔那本诗集，曹必达让人带给我了，锁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这是钥匙，诗集是杨志亮留给你的，你自己保留。谢谢局长。是您叫的车吗？啊，是我。哎，上车。请到这个地址。先生，请坐好，咱们出发。喂，请讲。电话局内线报告，下午4点左右，共党给秦和年家去了一个很长很奇怪的电话。什么内容？秦和年没有理他们，后来又换了一个女共党。什么女共党？说什么了？没说名字，听声音很年轻，就给秦和年念了几句诗。诗？什么诗？那些没听懂，只记得大概是孤独的海鸥、大海、乌云、暴雨之类的。然后呢？奇怪的是，秦和年显然并不认识这个女人，但是等他念完诗以后，居然就知道她是谁了，而且还答应晚上8点半，让这个女人带着师长和尹建素到秦家见面。哦，对了，秦和年和这个女人对话中还提到一个名字，叫什么？质量的。秦和年好像因为这个名字挺看重这个女人的。逃完我搭档的债还不够，
利滚利的滚到秦鹤年头上。师傅，搞定了。喂，喂，请讲。我是段正鹏，共党专案组的车队刚刚离开了市政府，看他们去的方向应该是回了宁家，是否继续追踪，请指示。继续解释。好。对了，10分钟前，师傅叮嘱过那个女共产党独自离开了市政府。冷桥已经跟过去了。据冷桥汇报，目标去的方向是公安局。永超觉得，既然他没有跟应千素在一起，那么是不是可以放弃跟踪？回来跟我会合。目标就一个人。是。师傅，共党已经在回来的路上，时间不等人，你要尽快了。你马上过去，和冷桥会合。那专案组这边怎么办？不用管了，记住，那个女共党才是首要目标。可是，如果他真的进了公安局，我们也无法监视到他。他晚上还有事儿，不会待太长时间。等他出来，就哪儿也别让他去了。好，收到。关于殷先生的特殊使命，就先跟你介绍到这儿。今晚跟秦老约的是8点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保证文市长和殷先生能跟秦老先生安全见面。其实，你们只需要交代任务就可以了，没必要把这种前线战局的重大机密告诉我一个老百姓。这确实是不合常规，但却是目前保卫工作的需要。为此事，我请示过文市长。文市长的回答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要依靠专家，我们当然要让他知道他在为什么而战斗。谢谢。
谢谢您的配合，委屈您了，里面请吧。不好意思啊，所有的外来人员只能在指定区域活动，你稍等。